臣等恭迎天后圣驾降临，福泽百姓，万物承恩，万岁万岁万万岁！众卿平身吧。谢天后。本宫终于来了，到这个藏龙卧虎、屡生事端的地方，亲自来看一看。臣请天后移驾成功，臣已为天后安排好了下榻的行宫。谢瑶环何在？天后，微臣候旨多时了。候旨？候什么旨？恳请天后降旨，立即对江永昌开棺验尸。放肆！天后一路旅途劳顿，刚刚驾到，你就……谢瑶环，本宫请问你，江永昌的死因，你可否查清了？查清了，江永昌并非自缢，而是死于谋杀。这如山铁证就在死者的尸身之上。难道之前就没有人开棺验尸吗？天后，江永昌因不与奸逆同流而惨遭陷害，害人者罗织种种伪证，早已将真相篡改。要揭破这一阴谋，全凭开棺一验。既然如此，本宫就准你所奏。谢天后，臣领旨告退。且慢，听你所言，只要开棺一验，这齐州一案即可揭晓。那本宫也要亲临现场，见证这一真相大白的时刻。走。知臣在。你倒说说看，一会儿开棺验尸，会验出个什么结果？知臣不知，但那谢瑶环言之凿凿，应该能验出些什么来吧？否则不是犯了欺君之罪了吗？知臣拭目以待。开棺查验。遵命。回禀大人，查验完毕。如何？尸身内脏已开始朽化，但无毒。无毒？你可验得仔细？小人仔细验过了，尸身确实没有中毒迹象，也未见筋骨损伤。我来。如何？无毒，无筋骨之伤。谢瑶环，勘验结果如此，你作何解释？事出蹊跷，臣一时还不得要领，但隐隐觉得内中似有更大的阴谋。哼，齐州刺史都被你打入死牢，还有何人能与你斗法？金世昭在齐州为官年余，恐怕是百足之虫，死而不僵。事实俱在，岂能容你巧舌如簧？天后，开棺勘验已毕，那江永昌的尸身无毒无伤，确系畏罪自缢。谢瑶环危言耸听，巧舌如簧，蒙蔽圣上。之前对刺史金世昭的指控，恐怕也是虚假捏造。天后，臣还有人证，可以证明江永昌的真正死因。人证何在？快点，看好证人，千万不能出事儿。怎么样？禀大人，证人带到。带上来。是。大人，人证死了。怎么回事？不知道，刚从牢里提出来的时候还活着。启禀天后，吕长胜、赵三两人曾是江永昌的贴身侍从，受人指使毒杀了江永昌。今日他们未及出面指证，便已被人暗中灭口。由此可见，背后的恶势力是何等的猖獗。谢瑶环，你实才开棺验尸，虚张声势，劳而无功，天后岂能被你蒙蔽？天后，这里还有一名人证，能够证明刘大人遇刺的幕后元凶是金世昭。民女彩蝶参见天后娘娘。天后，此女乃是谢瑶环的妹妹，她与谢瑶环利害攸关，所言不足为凭。谢瑶环，
她是你亲妹妹吗？是。你在东都的时候曾说要来关中寻亲，看来你已然如愿以偿。是。你的私事倒是办得不错，可这公事，你对本宫如何交代？启奏天后，谢瑶环故弄玄虚，查无实据，应即刻将齐州刺史无罪开释，并治谢瑶环诬告之罪。金世昭罪在不赦，他贪赃枉法，谋害忠良。住口！适才开棺勘验，无毒无伤，何来谋害？天后，谢瑶环好大喜功，欺君罔上，理应治罪。天后，瑶环并未欺君，休得巧言辩解。谢瑶环，本宫要你拿出能给本案一锤定音的证据，否则……天后，请给微臣一点时间。你奉旨前来已有数月，本宫给你的时间还少吗？等等，大人，这怎么会？秦明，秦明，末将秦明拜见天后。平身。谢天后。秦明，有何机密大事要向本宫禀报？刚才开棺验尸，那棺中死者不是江永昌。荒谬！有这等事？秦明所奏千真万确，之前坟墓被人调过包，刚才出土的棺木不是江永昌的，而是被移入的另一位年龄相仿的死者。偷梁换柱，李代桃僵。正是，此坟还是江永昌的坟，可棺木已被人调了包。秦明，如此暗室之谋，你又如何知晓？回禀天后，奉命挖坟移尸的正是末将。何人命你移尸作假？此人就在现场。当面指认。此人刚才还在，现已溜走。天后，微臣想要秦明说出江永昌真身的下落。准奏。天后在此，天不可欺，请说出实情。圣驾到来之前，有重臣派人密令我，把江永昌尸身移出后火焚销毁。但末将深知此事关系重大，所以没有这样做。遂将江永昌的尸身移至另一处安全所在。原尸现在何处？仍在死坟之中，假棺之下就是真棺，原地下挖3尺，另有一副棺木，里面陈列的才是江参军的遗骸。开棺验尸，一箭分晓。是。江永昌的真棺已然起出，即刻勘验。开棺验尸。遵命。回禀大人，尸身已勘验完毕。大声报来。是。查，死者遗体身有剧毒，臂骨扭伤，颈骨错位，颈部的自缢痕迹乃是死后伪造。据此，可断定其死因绝非悬梁自尽，而是先中剧毒，又被人暴力勒杀。却原来江永昌果然有冤，我大唐官吏竟然被如此残害，天理难容。天后陛下，息怒。谢瑶环，微臣在，将此案彻底澄清，诛灭元凶。谢瑶环乃是我大唐第1任女钦差，想当初本宫派她来巡按关中，你等还颇有微词。知臣不敢。本宫就是要在这儿看一看，他究竟如何审结这关中疑案。你别以为杀人灭口就能将罪行遮掩。且看这是什么？这是府衙老仵作留下的验尸单。老仵作第一次给江永昌验尸，就发现其不是自缢而死，当时稍有疑义，便被你压制遣退，最终遭你派人暗杀灭口。但他还是留下了这张最真实的验尸记录，与后来开棺勘验的结果互为佐证，终于使江永昌的死亡真相大白于天。我为什么要害江永昌？
没有道理吗？好，带人证。魏普，你不是暴病身亡了吗？魏普若不诈死，岂不是会像那朱仝一样被你残害灭口？大人，我与朱仝都是府衙掌管钱粮账户的书吏。江大人出事后，金世昭曾命我2人做假账，空口无凭，空口无凭！真假账目就是凭据，你拿来供本官查验的是假，魏文书交上来的才是真。没想到吧，和我一起重见天日的，还有这本真账。两账相对，真伪立现，可见那批所谓的10万担谋逆军粮从入到出，皆属凭空捏造，是为陷害忠良的弥天大谎。可认的这扇子，这上面写有行贿钦差的礼单，乃是你的亲笔。你行贿刘大人不成，就制造出了禅林寺的血案。这贼子竟然如此丧心病狂，他的官职是何人举荐？知臣一定详查，详查。请上方宝剑。上方宝剑在此，谢瑶环秉承天后旨意，巡按关中，惩凶除恶。今日要借天威，扫阴霾，诛此乱臣贼子。徐虎听令，末将在。待本官判过此人7宗大罪，你即刻将案犯押赴闹市，明正典刑。得令。查齐州刺史金世昭在任期间盗行逆施，天怒人怨。其罪之一，虚构兵变屯粮，罗织伪证陷害太子；其罪之二，谋杀参军江永昌，诬陷清白，欺君罔上；其罪之三，排除异己，雇佣关中帮刺杀钦差崔元溥；其罪之四，行贿不成，谋杀钦差刘伟之；其罪之五，销毁罪证，暗杀多名人证，草菅人命；其罪之六，与关中帮勾结，偷运私盐，中饱私囊；其罪之七，纵容关中帮私造官银，从中牟利，祸乱朝纲。此7宗罪，罪证确凿，件件属实，罪不可赦。此人不除，不足以正法度，彰天理，平民愤，定人心。金世昭，善恶到头终有报，你的末日到了。速将金世昭押赴闹市，斩立决。我乃朝廷命官，下官冤枉啊！下官冤枉！奸佞已除，军民人等各安本业。齐州减负3年，休养生息，钦此。托姑母的洪福，这个案子总算尘埃落定了。本宫委派的女巡案，看来没有让哀家失望。那是天后圣明，谢瑶环才有得以施展才华的机会嘛。启禀天后，谢瑶环求见。让她进来。遵旨。微臣谢瑶环，恭请天后圣安。起身回话。谢天后。臣不敢妄言，此行定能扫清齐州迷雾，但情愿做一回问路之时，击破关中那一潭死水。本宫清清楚楚地记得，当初你此行伊始，并未夸下海口，只说要做一回问路之时，击破关中这一潭死水。可你澄清了这一潭浑水，把关中大案查了个水落石出，朕要奖赏于你。谢天后圣恩，但微臣以为此案还不能算真正了结，水落石出，时下还有事。金世昭不是已经伏法了吗？金世昭有罪当诛，但恐怕还有幕后黑手。臣带来了与此相关的所有证据，都是从金世昭和关中帮的密室中所得，请天后预览。呈来。是。金
世昭的所作所为，皆有人幕后主使。他谋杀江参军，是为了将前刺史于昭德的罪名坐实，而于昭德助逆谋反的罪名一旦坐实，那就会牵扯到太子。微臣以为，此案发于关中，却直指东宫，这是一个试图诬陷太子的连环阴谋。而且，金世昭谋杀第一任钦差也是受命于人，目的是肃清政敌，排除异己。天后，如果追查下去，此人必然无可遁形。谢丫鬟，微臣听旨。江永昌刚正不阿，而今沉冤得雪，要以一品大员的礼仪厚葬。遵旨。你稍事休整，安排好未了之事，即可启程返回东都。回宫之后，本宫一定要重赏于你。天后，那关中大案？关中大案已然了结，要是继续查下去，那将会是另外一个案子。此案就交由武承嗣彻查，这些证物也就一并移交吧。臣遵旨。丫鬟，我们的使命完成了，是吗？是的，我们的使命已经完成。关中案了犹未了，但天后不想再追查了。丫鬟，你已经凭着过人的胆识扳倒了金世昭，挫败了一次针对太子的阴谋。不要对自己要求过高，这人世间原本就充满了无奈和缺憾。武承嗣逃过了应有的惩罚，日后必将祸国殃民。当然，这不是我们的力量所能够干预的事情。现在我最担心的是秦明，武承嗣是不会放过他的。丫鬟姐，你可算是回来了。现在关中案已结，秦明他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啊？秦明是有功之臣，我们在最后一个回合能够取胜，全仗秦明的反戈一击。可是秦明他到底是哪一头的？我彻底糊涂了。你是不是很想见他？我自从忙完政治之后，一直在找他，可始终没有找到他。我现在都快急疯了。谢大人，明哥，明哥，你的伤。敏儿，现在可以告诉你了，秦将军一直忍辱负重，在完成着特殊的使命。他先是和关中帮周旋，接着又与武承嗣的手下崔季周旋，但他始终是我们自己人。特殊使命，从什么时候开始的呀？你还记得周大投毒那件事吗？我当然记得呀。你是假装中毒，要智擒金世昭，可却把我们先吓一大跳。就是在那一晚，我与秦将军进行了一次长谈，谈话的内容只有我们两个人知道。自从我跟你踏上关中之路，一路上不由自主地做了很多的选择，现在总算是应该就是除掉我吧。没错，但是被我找了个理由回绝了他。你跟他说，我本是一名宫中女子，不足为虑。若杀了我的话，
还要装装样子。看见！如果当时形势非常紧张，我与秦将军约定，不再单独接触，以免引起对方的怀疑，一切相机行事。那晚推骑突然命我暗杀彩蝶，这其实也是对我的一次试探。我发觉暗中有人跟踪，不得不假戏真做。本想找个机会点了彩蝶的穴位，假装将其杀死，不料却出了意外。谢大人，秦明误伤谢大人，至今负罪内疚，请恕秦明失手之过。不，这一剑使你获得了对方的完全信任，要不然他们也不会让你去毁尸灭迹，更不会有我们最后一个回合中的反败为胜了。我明白了，我终于明白了，明哥，我真不该刺你那一剑，你的伤还疼吗？啊！你这一剑刺得好，让对方对我的信任又加了一分。明哥，唐明曾一度为感情迷失本心，分不清私情与大义。秦明真是奸细的话，唐明难逃包庇之罪。你能有此一悟，令人倍感欣慰。起来吧，我想你一定有很多的话要和秦将军说，可以吗？当然可以，你们之间所有的误解都已烟消云散。我们走。哎，谢大人，随他去吧。秦大哥，我还有一事不明，你说红杏是你表妹，那也是骗我的吧？对了，刚才忘了告诉明儿，秦明交给红杏的毒药早已被我们换成了给彩蝶治病的药。敏儿现在关心的是另一件事。玲珑，你这个小郡主是否还没有当习惯呢？哎呦，您说的太对了，狗尾巴草变牡丹花，能习惯吗？郡主和天后陛下讲话要放尊重些。罢了，玲珑在民间流浪多年，不必苛求。玲珑，就按你的方式跟本宫回话就是了。那我太谢谢您了，圣上奶奶。啊？你叫本宫什么？你是李氏宗亲，你怎么能叫天后陛下奶奶呢？嗨，我说溜嘴了。之前他们都告诉我，天后是我奶奶辈儿的圣上。我无亲无故这么多年，奶奶和姥姥我也分不清。哎，童言无忌啊！这个孩子真是越来越有趣了。你有什么心愿？本宫可以让你心想事成，说出来吧！啊！天后陛下许你心想事成，还不快说出来你心中的所想？哎，我想让那些突然冒出来的姓李的亲戚，别再让他们缠着我了。你自己身为李氏的后裔，却又不愿意跟李家的亲戚来往，这更有趣了啊！哎呀，你这个愿望呢，本宫倒是可以成全你。你愿不愿意随本宫回宫啊？随天后回东都定居，就免了本地李氏宗亲骚扰你啊。本宫问你话呢，可否愿意随本宫回东都啊？奶奶，让我想想啊。相爷，坏了，这老太太要把我带走。袁大哥，你在哪儿啊？快来救救我吧！皇上病重，请天后陛下立即回宫。迅速返回，越快越好。遵旨。
皇上爷爷，您病得可太是时候了。齐州案已了，却还有诸多难了之事。姐姐，我来了。进来吧。姐姐，好几天没见到你，我心里好慌啊，都没着落。很快就好了，等我忙完了这些未尽之事，就有时间陪你了。哎，那莲公子最近在忙什么？他人在江湖，有他自己的事情。哦，好吧。不过姐姐一定要答应我，要让莲公子平安无事，到时候给我一个毫发无伤的如意郎君。好，姐姐答应你。姐姐，我的好姐姐，你真好。到时候我和莲公子陪你一块儿回东都，再也不离开你了，我的好姐姐。谢瑶环接旨。朕以星夜返程，尔等不必赶来相送，且将未尽事宜了结，善始善终，钦此。臣遵旨。慢着，这里还有天后手书密诏一份，日后再行阅览，好好领会天后的圣意吧。谢瑶环领旨，谢恩。这上面写的什么东西啊？日后再看。齐州案不是结了吗？为什么还要密诏啊？啊！我想，会不会是圣上奶奶写下密诏，让把小佛爷我捉回去，继续当郡主啊？月仙，你猜猜看，天后这封密诏写的是什么？恐怕不会有什么好事情。是啊，若论功行赏，何须密诏？你要追查齐州案的幕后元凶，并且拿出了证据，武承嗣必然对你怀恨在心。莫非他在天后面前给你进了谗言？武承嗣进谗言，那是在所难免。但以天后陛下的行事作风，他更喜欢让双方当面对质，由他裁决得到乐趣，又何必揭开这个谜？等一下，姚环。传旨内侍说要你日后再看，明天就可算作日后，先睹为快。天后写了什么？只有4个字：倦鸟归巢。倦鸟归巢。他在提醒我们，放出去的鸟儿不要忘了回笼。月仙，时至今日，你我都是疲倦的鸟儿。天后口谕要你把未了的事尽快了结。你以为还有哪些未了之事？姚环，你不要回避。作为女巡案，你已经完成了自己的使命，但是作为莲亭妃的红颜知己，你要给人家一个交代，或者说，是给自己一个交代。你和莲亭妃的未来就把握在你自己的手里，你可要拿定主意，万万不可一步走差，终生遗憾。我现在没时间想自己，我担心秦明反戈一击，使得武承嗣满盘皆输。他已将秦明视为眼中钉。秦明一旦返回东都，随时都会遭到武承嗣的报复陷害。一旦秦明蒙难，敏儿也不会独活。这个结果如何能避免？我可能无法掌握自己的命运，但他们2人的命运可经我的手而扭转。叫你呢，大家都这么忙，你瞎溜达什么呢？是说的，
齐州案都已经了结了，还忙什么？反正大家忙的时候，你也是整天瞎溜达。今天不跟你计较，我有要紧的事情要办。你能有什么要紧事儿做呀？他要来了，我去找他。哎，他是谁啊？我来晚了，你等急了吧？别看了，以后天天看，总有你看腻的时候。你刚从马市回来？你怎么知道？我看好了2匹快马，准备买下来。今后你我浪迹江湖，没有好的坐骑可不行。莲兄，莲兄，那当然，咱们也可以坐马车，这些事都由我来打理，你不用操心。难道我们这就要走了？是啊，现如今齐州案真相大白，正是你功成身退之时。现在不走，我们还等什么呢？有些事，我明白，你原想一鼓作气继续追索，为我舅父洗雪沉冤，但朝堂之事错综复杂，是非功过一时难论。姚环，你的使命已经完成。但是，你担忧诬陷太子的人一计不成，又生一计，这个可不是我能够掌控的。担忧又有何用？莫非你不知如何给天后写辞呈？其实啊，最省事的方法，一个字也不用写，画一对展翅高飞的鸟就行了。莲兄真乃潇洒之人，姚环自愧不如。好，什么都不说了。我们且沿湖走一走，做一回画中人。走。快，随我来，快点。出了什么事？平安无事。那谢大人为什么要我带上刀？因为他知道唯有宝刀是你随身之物，其他东西都可以舍弃。谢大人召我何事？能否告知一二？快走，没时间了。秦明实在是一头雾水。你稍后便知。姚环，你不是有话要对我说吗？我还没想好。跟我说话还用想吗？来，你我前世有缘，今生相遇，患难与共，生死同心，情比金坚，无需山盟海誓，自有天地为证。你对我难道还有什么不放心吗？我能不能再信任你一些，把你当成我自己？你我同心，何分彼此？如果有一天，我代替你做出某种决定，你能否接受？只要你不把我卖掉。我有一个没有履行的诺言，你可愿意帮我完成？这还用问吗？我要你发誓。还用发誓吗？你我情定今生，携手走天涯都没有发誓，任何誓言都不及我们心中彼此的默许啊！我要你一个承诺，任何时候，你连廷妃都要与谢瑶环同心同德。好，就依你。说了半天，你还都没有告诉我到底要我做什么呢？帮我完成一个诺言。谢大人，新任齐州刺史率属下官员前来拜见，正在行辕等候。知道了。
这些当地官员想必是来为我送行的。那你马上回去吧，处理好这些善后事宜。你我来日方长。来日方长。姐姐，姐姐，姐姐，金门怎么突然不见了？他怎么突然失踪了呀？你别着急，我怎么能不急呢？我越想，他跟我说的话越不对。明刚跟我说，武承嗣的人绝对不会放过他。不会是他已经被武承嗣人抓走了吧？你来得正好，我也正要找你。金门出事了，他真的被人所害。跟我来。你们不会就地把秦明给埋了吧？你们把秦明埋哪儿去了？我要把那个坑挖开，我要跳进去跟他一起死！你要和秦明一起去做鬼？我生不得跟他在一起，死也要跟他在一起。有明哥作伴，下地狱我都认了。等等，秦明，你还不现身？敏儿，明哥，明哥，明哥，秦明，珍惜吧，这一份生死相随的情谊，世间难寻。敏儿，我们再也不要分开了。秦明，你这一生都要善待敏儿，不要辜负她。你们走吧，远离朝堂的血雨腥风，从此隐姓埋名，男耕女织。白头到老。但是我们一走了之，你回去怎么跟姚欢姐姐交代啊？这一切都是姚欢安排的。啊，她不方便出面，让我替她送行。大恩不言谢。可是姚欢姐姐还有什么要对我说的吗？她送你们8个字：珍惜既往，好自为之。你们的船来了，为你们准备的银两行装都在船上，启程吧。姐姐。姐姐，再见了。人聚人散，终虚化。只有这青山不改，逝水东流。浮生若梦，曲阑人散的时候到了，我又该何去何从？月仙姐姐，月仙姐姐，月仙姐姐，月仙姐姐。列位，请随我满饮此杯。你忘了说祝酒词了。我没有忘，
只是这天下没有不散的宴席，先喝一杯酒暖暖心。我有话要说。好，连某先干为敬。长话短说，今日设宴是为了兑现一个承诺。姚环，你不会当众宣布要和我私奔吧？大家都知道，我找到了失散多年的亲妹妹。但你们不知道的是，我以父母在天之灵的名义，对妹妹许下了一个诺言。现在，我要实现对妹妹的承诺。彩蝶，袁大侠，请你们站起来。彩蝶的心愿就是能和连大侠结成100年之好。我在此成全你2人，请你们同饮一杯定情酒。姚环，不行，这事儿我不同意。你管得着吗你？哎，你休想沾连大哥的边儿，他俩才是一对儿。有我了，你管不着。哎呦喂，你个昧良心的！哎，玲珑，你非得拆散他们俩，就不能换个别的事儿让你姐成全？彩蝶，你们俩别吵了。不行，我就是要跟连公子在一起。我受了这么多苦，我现在什么都没有了，我就是要跟他在一起。连大哥是你惦记的吗？你也配？我告诉你，在这个世上，只有谢瑶环能配得上连廷妃，换了别人，我还不同意呢。好了，那到底是怎么样了？我要看你争死不放手！我跟你讲，连公子根本不喜欢你，他更不喜欢你。你这个天懒好了，你臭花鬼，你还喜欢连大哥？别吵了，别吵了。臭癞蛤蟆龙啊！你过来呀！你臭癞蛤蟆，就是不喜欢你，气死你！
连某此生再不会对任何女子动真情。从今以后，狼心如铁，冷眼卷天涯。如果这秘密和齐州案有关的话，我定会将其破解。哼，那你就试试看，试着去证明你是个聪明的女人。沙恒天在哪里？你说呢？我怎么忘了？你刚刚说过，就是知道了也不会告诉我。好了，现在我要去看一看搜查的结果如何。哼哼。果然如此。你说什么？我看到了你得意的冷笑。你假借离开，就是为了试探我的反应。刚才听你讲故事，我就一直感到奇怪，一个不在现场的人，怎么能将这一段往事讲得那样绘声绘色，感同身受？还有愤怒。那异乎寻常的愤怒，清楚地写在你脸上，这是沙恒天的愤怒。但沙恒天的表情，怎么会出现在你的脸上？哼哼，你记住了沙恒天的表情，还有沙恒天所用熏香的味道，那种特殊的香气，会随着人的愤怒激动、体温升高而发散。此刻。我又闻到了这种气息，沙恒天的气息，还有你那一抹得意的冷笑。我要去抓沙恒天，你笑了，因为沙恒天他就在这里，他一直就在我身边。什么绿屋呢？对不，连大哥？哎，这二者有什么关系？有关系，太有关系了。你看，这个名叫绿屋的地方啊，到处都是红色。雄霸一方的恶霸呢，原来是个女的。这一切呀，都是阴阳颠倒，男的就是绿的，红的就是女的呗。嘿嘿嘿，这个女扮男装的疯子，不知道害死了多少人。哎，连大哥，你说谢大人跟沙恒天在里头说什么呢？我想不到。我知道。我都不知道，你知道什么？因为我是女的呀，谢大人也是女的，现在才知道啊，那个沙庄主也是女的，所以他们肯定是在进行一场女人之间的对话。切，跟没说一样，别胡扯了，留点神，里面有什么动静的话，马上冲进去。
你怎么不问话？我在等你理好思绪之后自己说。你就那么自信？我会把所有的一切都告诉你吗？你身为女子，却要惟妙惟肖地去做一个男人，做了这么久，一定很累。要卸下这副重担，就得找个人说说。你不但聪明，而且善解人意。好吧，我就把沙恒天的故事都告诉你。可能一切都是命运的安排。我们沙家历代打拼出的家业，需要后继有人。可是3代单传，到了我父亲这一辈，却始终没有一个儿子。在所有长辈的期盼中，我母亲生下了我这个女儿，取名叫甜甜。为了掩人耳目，免得别人说我们沙家无后，从小我就被当作男孩子一样抚养，这原本是权宜之计。一直到我父亲病故，沙家再也没有增添一男半女。为了家族的利益，甜甜只能接受命运的安排，以沙恒天的名义活在这个世上，成了关中帮的帮主。你不但继承了祖业，并且使关中帮更加壮大。你的所作所为，使很多男人望尘莫及。不错，关中帮在我沙恒天的手里兴旺发达，如日中天。我沙恒天对得起我们沙家的列祖列宗。但作为沙甜甜，你可对得起你自己。既然沙恒天是个女人，那么你一开始讲的那个故事就需要更改。你和金世昭反目成仇，不是因为女子，而是一个男人。这个男人就是玉关。我猜的可对？玉关，玉关。我想，事情的本来面目应该是这样。你和玉关相约出游，玉关先到，那个粉面在等你的时候，命里该着碰上了金世昭，就是他。去，顺便把他给我带回府，陪本官饮酒作乐。他可是沙庄主豢养的伶人。哎呀，管他什么沙庄主，我跟沙庄主是有钱同赚，有福同享。他豢养的伶人，他能玩，我就玩不得吗？跟我上！啊，是是。嘿嘿，玉关，嘿，别急啊，美人儿，给我带走。是。你们干什么？你们要干什么呀？放开我！你猜的一点儿不错，金老贼掳走了玉关，对他百般猥亵凌辱。我文信虎率领众弟兄大闹金府，亲手刺伤了金老贼，救回了玉关，从此和金世昭不共戴天。金世昭一定不能理解，沙庄主怎么会因为一个家养戏班的伶人和他翻脸？他让你交出玉关作为和解的条件，但这无异于火上浇油，使你的愤怒上升到极点。但这愤怒的真正原因又是你不能说出口的，这牵扯到最后一个问题，你和玉关。让我自己说。我和玉关是一对难成眷属的有情人，我二人从小就要好，但是因为身份的悬殊，即使我能堂堂正正地做一个女人，我们也无法在一起。所以，我们只能秘密相处，做一对永无佳期的牛郎织女，彼此关照，心心相印，互为念想。是你毁了我的挚爱，让我和我心爱的人阴阳两隔。我总算明白了，玉关临终之前要求以女装入葬，也是为了保护你，为了不让人怀疑你是女人，
玉官宁可自毁形象，把自己扭曲成为一个有异性之癖的伶人。玉官为了我，可以牺牲一切。我唯一的爱人，知我懂我的挚爱，就断送在你的手里。沙克天，休得放肆！沙克天，你先带人离开，我和沙庄主的对话还没有结束，我有几句话要单独对他说。我们出去。你早该想到的，让玉官参与犯罪意味着什么？玉官去了，那个唯一叫我甜甜的人去了。从那时起，我的心便沉入了黑暗。生不如死。作为一个女人，我不得不为甜甜无法选择的命运而扼腕叹息。只因这一段扭曲的人生，平添了多少无奈，多少恨，多少痛苦挣扎，又造成了多少罪恶祸患。可悲啊！你同情我，但你已触犯了国法，其情可悯，其罪不可赦。你所做的一切，已经大大超出了身不由己的限度。谢瑶环和沙甜甜一样，身不由己，无法掌控自己的命运走向。但我有一个做人的准则，就是无论境遇如何，都不可以泯灭良知，不能以一己之私去伤天害理。福祸虽无常，但行善作恶却只在一念之间。你说完了吗？苦海无边，回头是岸。放下屠刀，立地成佛。我指一条路给你，若沙甜甜肯洗心革面，遁入空门，从此诵经拜佛，救赎前罪，我定当求天后陛下恩典，免你一死。谢了。沙甜甜领情，恕难从命。为什么？我已经受够了按照别人的安排去生活。出家，同样是别人强加的命运，我不想重复另一种身不由己。我累了，只有死亡才是最好的解脱。沙甜甜要选择有尊严的死，穿上新娘礼服，从容地离开这个世界。你来看，这是我为自己准备的。这身衣服，我只有到了另一个世界才能穿。谢大人，现在就让我更衣。这是一个女人对另一个女人的请求。在我答应你的请求之前，我还有一个问题。你问吧，我什么都可以告诉你。我想知道的是，你那么聪明，还会有什么不知道吗？你要的只是一些证据。你说的很对，你要的证据，或许就在我的嫁衣后面。谢瑶环，这密室中有你想要的证据，它牵扯到幕后一位皇亲国戚，敢不敢动它，那就是你的事了。等一等。我默认了一个罪犯不经审判自行了断的请求。大唐律法只能惩处沙恒天，却无法给沙甜甜一个公道。对一个一生都身不由己
谢大人，属下带人在沙恒天的密室找到一些物件，呈上来。遵命。姚欢，你看，原来沙恒天在官府安插了奸细，他对金世昭的所作所为，竟然了如指掌。这份书证填补了我们勘察中的空白，齐州案的脉络更加清晰了。江永昌之死，到了揭秘的时候，下一步的行动就是开棺验尸。谢大人，你来了。你好久没来了，是因为公务太繁忙了吧？是，我难以分身过来，可心里一直惦记着你。彩蝶真是受宠若惊。你失去的太多了，这一切都应该得到加倍的补偿。是时候了，听我告诉你。来者何人？我奉劝你悬崖勒马，否则休想全身而退。住手！开剑！姐姐，妖狐，没事吧？都是因为你。啊，我不要紧。彩蝶，你没事吧？你照顾杨欢姐，我去刺客。我去取我的药箱。谢大人，没事，不要怕，真没事。